吴康仁喜获金钟视帝，都帮小草洗好了。吴康仁拿奖，听了崩溃。吴康仁没拿奖，三鸡是政治奖项，这有什么好讲的啊？不就是你金钟奖变成政治奖？如果你金钟奖往前推10年不是政治奖的时候，金钟奖拿不拿奖，有人会批判吗？所以今天酸一下你们鸟鸟，不是刚刚好而已吗？自己崩溃不许人家讲，有这么没脸没皮的吗？这鸟鸟是什么？秃头鸟还是脱鱼鸟？实在是有够夸张。鸟鸟金钟现场崩溃，鸟鸟呵，成都人林依晨落选啦！结果金钟事后是自称安徽无人的徐伟宁，金钟视帝锦绣中华，吴康仁蹦恰恰厦门发展，抱走金钟2大奖，然后现在竟然已经崩溃到去挺林依晨，好可怜鸟鸟，为你感到悲哀。希望明年视帝事后不要再被中国人拿走。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吴康仁喜获金钟视帝，精彩来了！吴康仁最近因为锦绣中华这件事情被鸟鸟们追杀得很惨，光是他要不要出席金钟奖就引起了巨大的热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甚至还传出孙俪本来跟吴康仁在上海拍戏，还一度暂停了演出，所以吴康仁呢被逼着说只有3个月的试用期，看起来呢一切都往着青鸟仔想要的方向去前进。然后大家都在想说现在这个浓度这么高因为有生之年就内容来说，事前就被认为是夺奖大热门，所以如果吴康仁没有得的话，会有很大落差。因为很多的评论都认为有生之年大概率是超出了其他入围作品有一段距离啊。但是会不会因为政治不正确被做掉呢？就大家就在观察这个，结果没想到最后得奖的还是吴康仁。那这件事出来之后，当然在青鸟圈里面就爆了。第一个，大家想说，看来还好，金钟的评审还是顶住了政治正确的压力。最后还是公允的评价了吴康仁的演出。他曾经说过也许我不是最有天分，但总是可以当最努力的那一个。所以很多人其实就演出这件事情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所以吴康仁的得奖，我认为是实至名归啦。当然了，有鸟鸟就崩溃了嘛。跟吴康仁相比，林心如无疑是聪明的这一只鸟鸟比较聪明，知道挑拨吴康仁跟林心如，能好好赚中国的钱10几亿过，现在把戏拍好卖到全世界 OTT 时代，也是出卖国族认同、个人尊严，还未必能赚到中国钱的时代。金钟奖，你看鸟鸟有多崩溃，你知道吗？连有神助姐真的好会演，演了好多年台湾人，恨吴康仁恨到要把他开除台籍啊！只有民主国家才会有机会凭借完全专业而不掺杂任何政治考量得奖与否判断。吴康仁获奖意义特殊，试想如果北京高歌自由多重要，祝福台湾民主永恒，他还能不能拿到金鹰奖呢？这就是台湾自由的展现，但也值得讨论所谓自由是否能毫无界限。有生之年请好好珍惜这份自由，不要忘初衷。鸟鸟们已经气到去痛骂北京了，都是北京的错，北京可恶！鸟鸟们骂北京不能解决在台湾电影问题啊！再来，今晚宣布金钟影帝的名字是吴康仁的时候，据现场一片尴尬到死的寂寞，这让我想起阿嬷告别式，西公2个向乖的干幼无法告场的某个长孙的名字，现场是这种尴尬的寂寞，不再是一个人。鸟鸟，你提西公不太正确哦。第一个西龙，天地开疆，万事大吉祥，有些人很记仇的，鸟鸟不要白目。还有吴康仁拿奖，听了崩溃。吴康仁没拿奖，三鸡是政治奖项，都帮小草洗好了，包排档什么都要包，已经在聊天室写啦，气死！这有什么好讲的？为什么吴康仁拿奖跟没拿奖，大家都会往政治去想啊？不就是你金钟奖变成政治奖？如果你金钟奖往前推10年不是政治奖的时候，金钟奖拿不拿奖，有人会批判吗？所以今天酸一下你们鸟鸟，不是刚刚好而已吗？自己崩溃不许人家讲，有这么没脸没皮的吗？这鸟鸟是什么？秃头鸟还是脱鱼鸟？实在是有够夸张。所以欠嘴指数，鸟鸟永远是第一名啊！行为堪比小粉红，笑人家玻璃心，结果比小粉红还玻璃心，变成玻璃心，罪加一等。第二，疯狂出征比狂草还狂，还有意思在那边讲一些狗戏杀。第三，你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政治化了，每天在那边疯狂出征。吴康仁没去中国，说他台湾价值；吴康仁去中国就说他完蛋。请问鸟鸟有什么好嘴的？所以鸟鸟现在怎样？一根筋2头堵嘛。你们鸟鸟自愿当意识形态的僵尸，给你 IQ157 也没有用啦。人家那个塞公随便摇摇铃就开始了。你给东西绿营开枪，鸟鸟大吉枪有无？咕咕咕咕咕。所以你就说鸟鸟就是欠嘴，你知道吗？所以这一群人就是真正玻璃心的，受不了这些鸟鸟哈。吴康仁去年得金马奖影帝，今年又得金钟奖视帝，这个人演戏在台湾已经绝对封顶了，无敌是寂寞的。
但是更加寂寥的是，当你在一个地方无敌了，但是你望向远方还有一座大山，你却因为某些原因你不能去征服，这才是吴慷仁今天为什么大家会看到他努力的那一面。台北有多少？我在写多少？写多少字？我看越南，我现在都自己，他紧张什么？在紧张什么？哦，他不要紧张。最重要的是，我也谢谢他的体验的陪伴，我在对角色的尝试与更新，慢慢的收获了健康，好，现在好感谢，我会来输出一次健康，祝大家开心顺利，一路赞。我看吴慷仁这段我很不舍，而且我很愤怒。鸟鸟就是烂货，只会在网络上面酸言酸语，在那边出征别人。凭什么让一个演员连他人生至关重要的时刻，他不敢去？难道他不愿去吗？跟剧组请一天假不行是不是？从上海飞台湾，天天都有直航班机，当大家是傻逼是不是？飞回来参加个典礼，明天早上一大早就可以坐飞机回去了，或者领完奖退席，还可以搭晚班的回去。松山机场的安检是最快的，连这个最简单基本知识都不知道，1个半小时内就搞定了。所以今天是鸟鸟逼他不能回来的嘛，是鸟鸟要出征他，最后为了整个剧组，我相信他心里百感交集。如果他今天出席，他们整个剧组的努力就完蛋了，因为所有人就会集中在吴慷仁出不出席这件事情上，不会有人再去肯定他们整个剧组的表演。所以我说实在话，你会让人家觉得台湾这个环境就被这些鸟给糟蹋了。然后最恶心的是我们的大统领德中还在那边千鸟会飞出来，我操你妈的逼你！你不阻止他们鸟鸟在乱飞，国家糜烂至此，就你这些虫治害死的，我就看你会公审还是这世界上正常人比较多，气死人！我跟你说，所以这是无耻到极点。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事情点破？就是这样。之前他们还疯狂的出征，说哈哈 UCCU 吴慷仁在中国表态，结果孙俪也不跟你共演了，谁叫你是太阳花，活该活该。结果国台办说，只要认同一中原则，一定会给予圆梦舞台。随后社群平台立刻有网友目击吴慷仁孙俪的新戏执迷复拍，两人在雨中共撑一把伞，搞不好根本就没停拍，目的是干嘛？吊你鸟鸟上钩啊！你鸟鸟越上钩，打得越响。你不是常常说老共没有自由民主是一群智障吗？没有自由民主的思想，怎么会有灵活的脑袋啊？不是都一群意识形态的僵尸？哇，鸟鸟最厉害，结果嘞，你被戏耍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多蠢了吗？鸟鸟，我身为台湾人，我以鸟鸟为耻啊！你以为鸟鸟就这样结束了吗？在酸林依晨落选金钟奖女主角，呵，成都人落选啦！结果呢，当婉拒出席金钟奖的吴慷仁去中国发展，还有金钟事后是自称安徽芜湖人的徐伟宁，鸟鸟直接现场崩溃到不敢提，为你感到悲哀，鸟鸟好可怜，鸟鸟，希望明年4地4后不要再被中国人拿走。然后现在竟然已经崩溃到去挺林依晨，其实这事情还要厦门发展，抱走金钟2大奖，蹦恰恰。所以呢，我跟大家说，可怜啊，他们已经出征到来不及去出征蹦恰恰，因为太多奖项让他们崩溃，所以鸟鸟又大溃败了。然后我再跟大家讲哦，康康之前说过真话，通常讲放弃大陆市场的艺人本来就没有大陆市场，事实啊。所以同样一句话，通常讲中国很可恶的这一群鸟鸟，本来就没办法在中国竞争啊，讲白了就是这样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跟整个广大的华人圈竞争嘛，他们在台湾竞争都很艰难的，当然只能这样子啊，不然怎么办呢？